嗨，兄弟们，最近游戏圈关于政治正确的舆论风波，想必各位都已经吃到不少瓜了啊！有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剑心女主因为不够正确被挨奸法国某编辑公开嘲讽，几十万日本网友怒喷刺客信条黑人武士，游戏科学黑神话被勒索700万美金指导费，再到最近 A44 Game 新作碎石枪靠主角一人颜值拉低游戏销量，索尼第一方野心大作新名特工被吐槽过度正确，开服热度远低预期。就这几个月啊，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如同笼罩在玩家头顶的阴云一样挥之不去，想玩个审美正常点的欧美游戏啊，都快变成一种奢求了。一次次蹂躏玩家审美的操作呢，让越来越多的玩家团结起来，开始发声抵制这些刻意强硬的丑化行为。就连马斯克都在推特上怒喷。随着各大外网论坛、玩家社区战况愈演愈烈，许多业内人士啊，终也忍不住站出来，揭露了这些看似正确的行为背后的龌龊勾当。而近几年荼毒游戏业的幕后黑手之一呢，Sweet Baby 也浮出了水面。关于这家公司的背景以及它的辉煌历史，咱 B 站已经有不少小伙伴都做过视频介绍过了啊。本期视频的重点是什么呢？各位观众老爷，您就不好奇啊，为什么政治正确能够根植在这些游戏大厂，左右游戏内容的设计呢？为什么 Sweet Baby 一个小小的咨询公司能够在上亿美元成本的3A 大作里获得如此重要的话语权呢？本期视频狗带您探索发现。前排提醒啊，本期视频内容不同以往，稍微有一丢丢硬核，狗子查资料啊，头都要秃了，还望各位点个赞，犒劳下咱呗。以防啊，有的朋友没怎么了解过 Sweet Baby 啊，咱还是简单概括一下。它是一家加拿大的叙事设计与咨询公司，公司主要的业务内容呢，就是为开发中的电子游戏叙事提供咨询服务啊，说人话就是辅助文案监修。听起来也不是个很核心的工作是吧？可能有的朋友不理解这些做游戏的为啥还需要文化咨询啊？很简单，因为大型游戏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敏感度的。文化顾问呢，可以帮助确保游戏中呈现的文化元素，像服饰、建筑、习俗等是准确且真实的，同时规避潜在的文化敏感问题啊。毕竟编剧又不是全知全能，如果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呢，万一不小心把玩家冒犯了，容易损害游戏的口碑。尤其是现在的游戏市场啊，全球化的当下，尊重不同文化的每一位玩家才是销量的基础保障嘛。所以回答咱开头的问题啊 ，Sweet Baby 呢能够左右游戏剧情，并且得到游戏公司高层的支持，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个工作确实能为游戏质量带来帮助，并且避雷以防销量滑铁卢。实际上呢，几乎所有的3A 游戏呢都是有文化顾问的，这件事情在开发中很正常。除此之外呢，咱这里要稍微给各位聊一个游戏之外的概念啊 ，ESG。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投资者用于评估企业发展潜力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涵盖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3个方面。而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呢，这些评估标准达标数量越多，就证明自己的公司是更有发展潜力的，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咱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标准呢，在社会这个分项中有着一个叫做 DEI 的子项，这个评估项呢，代表了多元化与交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政治正确。所以为啥大型的外国企业会有 DEI 部门？首先在投资人眼中啊，这就是一个加分项。至于多元化到底能不能帮到公司呢？那就见仁见智了。总之，这个原理放进游戏公司也是一样适用。现在的3A 游戏开发经费动辄上亿美金，为了拉投资呢，游戏公司自然也会遵循 ESG 的标准，在招员工的时候，甚至还要刻意平衡一下不同人种甚至 LGBTQ 的职员人数，让公司看起来更多元。对此，狗子这样说：咱们玩家只有默默享受那些辣眼睛的人物角色就好，而游戏公司为了拉投资赚钱，要考虑的可就很多啦。最近育碧对于《刺客信条》新作的公开道歉声明呢，在圈子里也是吵得沸沸扬扬，他们家股价也是跟着开始跌。本来一位来自挨奸编姐前几天还在力挺育碧呢，结果育碧自己先投降了，他也是跟着被打脸。其实吧，咱阿玉对于文化敏感这件事挺上心的，他们家以前很多游戏其实也是 Sweet Baby 帮助打磨的，像《刺客信条：英灵殿》、《荣耀战魂》还有《超猎都市》啊等等。那为什么这一次育碧就拉下脸来道歉了呢？很明显啊，因为在资本的眼里，多元化呀已经不再是灵丹妙药了。7月16日，来自多家外网新闻报道，微软解散了自家的 DEI 团队，也就是专门负责多元化和正确工作的。据一封泄露的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呢 ，DEI 团队的负责人对此举表示不满，指责微软将多元化视为非业务关键的花瓶岗位。你这不说还好，一说大家都知道你原来只是花瓶了呀。没错，资本不是傻瓜，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口号再响亮也是没有用的。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呢，根据 CNBC 报道的业内状况 ，Meta、Google 还有 Zoom 等多家互联网公司就已经开始大幅度削减多元化部门的体量了。谷歌甚至裁掉了首席的多元化官梅洛尼·帕克，而 Meta 则是裁掉了几位 DEI 经理。部分公司甚至将 DEI 预算削减了90%。这件事情所映射出来的就是多元化并没有带来投资者们预想的收益。即便过度正确的游戏越来越多呢，但它终究摆脱不了自身商品的本质。一旦资本发现了 ESG 里的多元化似乎没什么实质作用，那游戏里加入政治正确也不是什么能够生财的魔咒之后，游戏的多元化自然会逐步回到正轨。曾经游戏里的政治正确也并不可怕，至少在质量效应丑女座之前，欧美游戏还没有像现在极端的去丑化游戏里的角色，而玩家呢也不会因为游戏里存在少数群体或者 LGBT 就破口大骂。直到《标示光芒2》里的拉万这些角色出现，明显是制作人不怀好意，为了强行向玩家灌输自己的审美观念或者身份认同而设计出来的角色，才把政治正确给推向了台前。俗话说物极必反，从挨奸编辑批评剑心性化女性，到最终道歉桀骜不驯的育碧呢，因为黑人武士向玩家低头，一次次的反转，实际上也代表了大众消费者的立场。那今年或许就是一个拐点这些魑魅魍魉的好日子咱看也是要到头了。好了，兄弟们，本期的节目呢就水到这里了。除了评测以外呢，狗子偶尔也会做这些杂谈节目如果喜欢，还望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狗子。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了您嘞。